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覆盖全球的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和先进的远程战略预警雷达，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航空反潜力量。日本无论采取什么突袭模式，都绝不可能再取得成功。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日本又考虑对其他的国家搞突袭了，在现代预警技术之下有没有可能性呢？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覆盖全球的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和先进的远程战略预警雷达，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航空反潜力量。日本无论采取什么突袭模式，都绝不可能再取得成功。根据日本时报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7号表示，要考虑对其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日本人的所谓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其实就是突袭。突袭是日本军政高层内心深处的习惯行为，看来日本并没有因为二战的惨败而吸取教训。日本人认为突袭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国土狭窄，动员起来速度比较快。在日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小规模的精锐部队击溃对方临时拼凑起来的大队人马，比如著名的圈个有用统辖间合战，发生在公元1560年，这是日本三大奇袭战之一。日本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庞大的对手充分动员起来，像小日本这样的国土幅员和人力资源是绝对没有胜算的。所以日本在近现代史上一次一次的对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搞突袭，中国、朝鲜、俄罗斯、美国都领教过小日本的突袭战术。今天的日本当局很不愿意检讨自己所信奉的突袭战术的结局，对中国的一次次的突袭最终引向了抗日战争，让日本失去了明治维新以后所侵占的所有的中国的领土。对俄罗斯的突袭虽然带来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是也在俄罗斯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攻占中国东北之后，消灭了150万日本关东军，然后对日军和日本侨民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算，然后又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无论日本用什么理由，俄罗斯也绝不谈判这些岛的归属问题。至于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的结局，那就更加直接而且大快人心了。日本成了全球唯一享受原子弹待遇的民族。今天日本还想把突袭战术重新捡起来，大概是2颗原子弹还没有尝够。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现代军事技术之下突袭还有几分成功的可能。如何防范敌方的突袭一直是战争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古代中国为了防范游牧民族从北方南下的突袭，修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但是在农业时代，对于海上来的突袭确实没有很好的预警方式。雷达电子技术和航天技术出现以后，对海预警、对空预警就不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这就决定了日本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突袭模式，都绝无成功的可能。无论是大东沟海的模式、918的模式，还是珍珠港的模式，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覆盖全球的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系统和先进的远程战略预警雷达，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和航空反潜力量。因此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可能性用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一场先发制人式的突袭。或许唯一可以突袭中国的方式，就是日本自行研制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从今天的日本国防科研的实力出发，想要把这2种武器研制出来，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而日本作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战败国，是没有这个政治权利的。美国也不敢放手让日本研发这种进攻性的战略武器，因为由此引起的后果恐怕是美国人也控制不住的。当然了，岸田文雄所谓的先发制人的说法，显然
不是日本当局自己的意志，而是在美国授意下对中国发出的战争威胁。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果是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以及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共同取得的。美国放任日本重新武装，再一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那就是以战胜国的身份主动的放弃胜利的果实，这会带来整个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崩溃。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携起手来重走国际秩序，排除美国的话语权，这也是美国人自找的。至于日本在战争或者是冲突当中是化作了炮灰，还是幡然悔悟，那就都不重要了。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